生了！是不是龙凤胎？是2个女孩。夫人，2位小姐可爱的很，你看。可爱有什么用？龙凤为祥，双生为阴，不是龙凤胎，生男生女都是祸害。夫人莫急，双生子向来都是福祸相依，虽然有祸，但也是有福星压制的啊。这是大小姐，夫人您听，大小姐声音多亮啊，定能让侯府福星高照，转危为祥的。二小姐虽然弱了些，但是乖巧可爱，日后啊，说不定也是个有福的。再说有大小姐的福气相伴，说不定这双生子的祸也许就……不能给侯府留下后患。季嬷嬷，赶快把那个灾星抛出去，处理干净。夫人，记住，本夫人生下的是嫡长女，侯府千金只有一个。来了，姨母。刘芳，姨母，这孩子是被遗弃的。好外甥，姨母想让你将他养着，可好？我养？你天生残疾，至今无妻，姨母怕你老了，将来无人送终。这孩子虽是个女娃，但是只要你将她好生养着，将来也是可以孝敬你的。姨母，您放心，我定会对她像亲生女儿一样。好，那我走了。一个堂堂的侯府千金，竟敢与人无媒苟合！我错了，娘。当时都怪我年幼无知，才会被人骗了身子。谁知道这竟然还怀孕了！你是堂堂的侯府千金，是皇上钦定的靖王妃。若是让人知道你如此放浪，还因流产导致终身不孕，你可知会有怎么样的后果？孽障！早知你如此不堪，当初我就该……夫人，孽障！早知你如此不堪，当初我就该……夫人，小姐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能瞒着夫人呢？若2年前你刚发现有身孕，就告诉夫人，夫人定能为你周全的呀。我没想瞒着，我当时就是太害怕了。那谁知道那堕胎要如此伤身，而且我没有想到皇家大婚还有验身呢。陛下至今位立太子，靖王虽然不是皇后亲生，也是最有可能继位人选。他的大婚当然深受皇家重视。可是当时让我怀孕的人他已经死了，而且那些知道的人都已经被我解决掉了。即使你隐瞒婚前尸节，也瞒不住你终身不孕的事实。一个无法延绵子嗣的王妃，你觉得靖王还会要你吗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当靖王妃！你帮帮我，你帮帮我！你要我怎么帮你？除非倒回2年前，要你就以死谢罪。我一定还有办法的，可以找人代替我。只要过了新婚之夜，我就可以。你当靖王是个傻子吗？双生子果然是个祸，事到如今，只有把他接回来。季嬷嬷，还不赶紧带路？夫人，老奴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听不懂？你别以为本夫人不知道，我的那个二女，她到现在还活着。香儿，爹，你看爹给你买什么了？哇，玉佩！我闺女是大姑娘了，这几天呀，有好多媒婆跟爹打听你的消息，我呀也尽早把嫁妆置办起来。爹，咱们不是说过了吗？我留在家里招婿，给您养老。好好好，招婿招婿。那这玉佩
就当是给未来女婿准备的聘礼。姨母，姨母，爹，香儿，放开我！香儿，爹，香儿，果然和妙警长一样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的亲生母亲。可是我爹说我是被遗弃的呀。遗弃？这么说也不错。本来我是想让晋国把你给杀了，谁知道这个贱人竟敢违背主令，把你给藏起来养大了。夫人，我只是不忍心伤害二小姐，求你开恩饶了我吧！饶你？你留下祸患，还想让我饶你？动手！动手！姨母，姨母，这就是违背主命的下场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我母亲吗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？若是可以，我也不想杀你。谁让你是个灾星呢？不过你活着也好，倒是也有一些用处，也不枉本夫人辛苦怀胎10月生下你。香儿她不是灾星，夫人，我养了香儿18年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她怎么能是灾星呢？是吗？那你马上就要有事儿。爹，你要干什么？自然是要接你回去。你不是说我是灾星吗？你不是恨不得杀了我吗？你为什么要接我回去？爹，干什么？你们快放开我爹！你养父的命我并不感兴趣，不过他能不能活，那就要看你的选择了。爹，好，我跟你回去，不行吗？把这衣服换上，我出去等你。我爹呢？你放心，只要你乖乖的听话，我会让你的养父好好的活着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有一个双生姐姐叫苏妙锦，侯府与皇家有婚约，但苏妙锦体寒不易有孕，为确保皇嗣血脉延续，需要你代替妙锦嫁给晋王。你疯了！替皇王妃可是死罪。要不是你是个灾星，妙锦也不会绝育。他不孕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有什么错？你活着便是错。你也别怪我太狠心，龙凤为祥，双生为阴，怪只怪你不是个男孩，又是个次女，双生子一夫一户。妙锦是侯府的嫡长女，她是福星，而你是个灾星。孩子，这也都是命。我不是灾星，我也从不信命。我不是灾星，我也从不信命。信不信随你。妙锦是侯府的嫡女，侯府的荣辱都在她身上。只要你乖乖的听话，事成之后我会放了你的养父，再给你一大笔赏，到时候让你们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我与苏妙锦虽然相似，但却不是一人。侯夫人打算如何安排我的身份？这个简单，他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做他的替身；不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做他的贴身丫鬟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记住，一定要把你的脸遮好，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。侯夫人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做这个替身，定报了你的生啊！娘，他不过是贱民养大的灾星，凭什么让他做替嫁？还有脸问？还不是因为你胡闹！陛下赐婚，一旦你不洁的事情被发现，这可是诛九族的欺君大罪。娘，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？我才是你养大的福星。够了！你是娘亲亲手养大的女儿，娘定然全心为你打算。让她替嫁，这是权宜之计。有她在，你不仅还是那个冰清玉洁的侯府千金，你还会为晋王诞下嫡长子。夫人。
夫人，竟然真跟本小姐长得一模一样。娘说了，用不着你的时候，你就只是我身边一个贱婢。你若是敢勾引靖王，就杀了你。怎么，生气了？你我虽是双生姐妹，可是你是灾星，我是福星，我是侯府千金，而你只是被贱人养大的，这就是你的命，是吗？可身为福星的你，新婚之夜却需要别人替嫁，这可真是好福气。找打！柳凝香，你别忘了，你养父还等着你呢。为了我爹，我就忍你这一巴掌。柳凝香，哼，本小姐不喜欢这个名字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只有一个名字，就叫贱女。这个名字不好，重新取一个。娘，她本就下贱，取个贱名有何不可？本小姐给你取名字，你还不快谢恩？我爹还等着我去求，我一定要忍住。是，谢小姐赐名。没规矩的东西，回本小姐要自称奴婢。奴婢，谢小姐赐名。回主子的话要跪着回，知道了吗？奴婢遵命。不是谁都可以当本小姐的替身，你给我好好保护好你这张脸，若是让其他人发现，我就划花你。夫人，宫里的验尸嬷嬷到了。不是说3日后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娘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躲起来！贱人，好好进宫替本宫验尸，若敢耍什么花招，我定饶不了你。起来！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侯府的千金，未来的靖王妃苏妙锦。娘，女儿知道了。很好，跟娘一起去迎接嬷嬷吧。见过侯夫人、苏小姐。如嬷嬷不必多礼。不曾想今日嬷嬷过来，府上还未做准备，是不是嬷嬷有什么要嘱咐的？我不急，此次验身流程与往日不同，需要苏小姐跟老奴走一趟。嬷嬷，这是为何？夫人莫慌，这是王爷安排的。王爷想邀苏小姐一叙，此事怕是不合规矩吧？怎么，你对王爷的安排有意见？妾身不敢，妾身是怕小姐冲撞王爷。既然是王爷相邀，那妾身想让丫鬟陪同妙锦一起。丫鬟就不必了吧，有老奴陪着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娘，女儿可以的。那好，那你就随嬷嬷走吧。记住，你养父的身家性命全在你一念之间，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。你养父的身家性命全在你一念之间，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。娘，女儿知道了，女儿定会谨言慎行，绝不会冲撞王爷。嬷嬷，此番辛苦嬷嬷了。夫人放心，苏小姐兰质慧心，一看便与靖王是天赐良缘。苏小姐，请。王爷，
你养父的身家性命全在你一念之间，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。与其被别人掌控命运，不如自谋生路。没想到苏小姐看起来娴静乖巧，可这茶这一道竟别具一格。茶如人，欲知其内，须品。如臣女，如王爷。旁人在本王面前，不是自表贤淑才德，便是彰显温柔良善。而你却不同，难道你不怕本王看穿你的真面目，去找父皇退婚吗？那王爷会去找陛下退婚吗？此茶，本王甚是满意。这个贱人，竟敢勾引王爷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狗屁的福星灾星，既然是双生，那这福星便由我。明日就是纳征之日，本王会亲自把聘礼送来。多谢王爷厚爱，时辰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。躲！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养父给杀了？侯门贵女，除了会拿平民百姓的性命做要挟，你还会什么？你嘲笑我？对，同样都是侯府千金，你不过出生比我早些，你凭什么就认定我是灾星？哼，侯府千金，就你也配？好运就是常伴我身边的福气，而你就只能是灾星，这就是命。对，我的命。可是要嫁进王府的人是我，这也是我的命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不过是个替嫁，替嫁也是嫁。你我长相一样，你就不怕我真的会取代你？你敢？你可别忘了，你养父还在我手里。同样的借口，用多了可就不值钱了。不如这样，你把我养父放了，我留下来，乖乖当你的替身。任你处置。敢威胁我？你真以为替身非你不可？敢威胁我，我想你死！我想你死！娘，你拦着我干什么呀？竟然威胁我，我杀了他！他死了，你也别想活。娘。你想着他干什么呀？他可是灾星，我才是你亲手养大的福星，所以我才有你活到现在。宫里传话了，你已经通过验身嬷嬷的这一关，与靖王的这段婚约，要么就是靖王主动退婚，要么就是你突发疾病亡故。除了这两种情况，无论哪种原因，
都是诛九族的欺君之罪。你若真想杀他，我不拦着你；但是他若死了，为了整个侯府着想，也必须得死。娘，明日就是纳征送聘之日，你最好好好考虑清楚。若是想当这个靖王妃，她便是打不得，罚不得。若你不想当这个王妃，一条白绫或一杯毒酒，为娘亲自送你走。若你不想当这个王妃，一条白绫或一杯毒酒，为娘亲自送你走。你别以为有我娘护着你就没事儿。这样才对，我爹还被你们关着受苦，你们又凭什么享受母女天理？王爷，这是下聘的礼单，请王爷过目。放下吧。我记得父王曾经赐过一套藩国进贡的琉璃茶盏，嬷嬷可有印象？是，因那套茶盏只此一套，分外珍贵，所以一直在库房珍藏。去找出来吧，给苏小姐送过去。是。等等，还是本王亲自去送吧。是。你找我什么事？爹，香儿，香儿，香儿，爹，苏苗姐，你放我爹！那可不行，娘知道会不开心的。不过你要是求求我，我可以让你们父女二人短暂的团聚一番。香儿，没事，爹，没事啊。苏苗姐，你放了我爹！爹，我求求你，放了我爹！我今天他们别打了，求你放了我爹，我求你了！不长记性的东西，在主子面前又自称奴婢，听懂了吗？奴婢求小姐，奴婢求小姐放了我爹，奴婢求小姐了，奴婢求你放过我爹，奴婢求求你了。可是啊，我的鞋脏了，奴婢把鞋给擦干净。我还以为你多了不起。爹，爹，你怎么样了，爹？是爹没有，是女儿，都是女儿连累了你。还真是父女情深啊！本小姐让你们父女团聚，你不谢谢我吗？
在王府让本小姐很不开心，这是给你的惩罚。本小姐最赏罚分明，贱女儿，你爹就是被你害死，谁让你是个灾星？我杀你！我杀你！王爷驾到！我杀你！贱人！贱人！苏妙锦，有本事你就今天杀了我，否则我一定杀了你！好，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，本小姐成全你！王爷驾到！王爷，王爷怎么会来？快捂住他的嘴，捂住他的脸，还有这贱民的尸体，快给我拖出去！王爷，王爷怎么来了？王爷是来找我的吗？苏小姐今日见我，好似不是这身打扮。苏小姐今日见我，好似不是这身打扮。啊，王爷真是好记性啊！是我回来的时候，有丫鬟不小心冲撞了我，这才让我换了件衣服回来。是吗？你这婢女，本王好似见过。怎么可能？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这婢女不过是一个低贱的女人，王爷怎么可能见过她？你们几个还不赶紧把人带出去！慢着！王爷！王爷，妾身见过王爷。侯夫人免礼。妙锦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娘，还不是这贱婢！娘，女儿今日为见王爷精心装扮了一番，谁知这贱奴竟然冲撞了女儿，害女儿弄脏了衣服。我把这衣服换下，但是他呢？他是想偷穿女儿的衣服，女儿气不过，这才小意惩戒，这才想惩戒他一番。你呀，为娘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对付下人，你心怀善念那是好事，可是对付有些人，你必须要用雷霆手段。日后你可是晋王妃，言行举止皆代表你们王爷的脸面。你若一心求善，以后怎么管理王府内宅？是，女儿知道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人带下去！侯府管教不严，让王爷见笑。妙锦，还不赶紧带王爷去前厅伺候？是。香儿，香儿，香儿，爹，快看爹，
哎，给你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？这梅花印章，说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都在用。走过寒冬，相遇就如故，等春色在，晕染归途。店家说了，这叫岁岁平安，用了它福寿延绵。那咱爷俩一起福寿延绵。好，好，那咱爷俩一起福寿延绵。苏妙琪，定要你与我爹陪葬。再过几日就是大婚了，本不该这时候来叨扰，只是和宴聘礼时意外发现了父皇赏赐的琉璃茶盏，本王便计划献佛赠与苏小姐。臣女多谢王爷。母后爱茶，定会喜欢苏小姐的。王爷放心，成婚之后，臣女必定会加倍讨好皇后娘娘欢心。那就好，那本王就先走了。恭送王爷。娘，好端端的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打你，我恨不得杀了你！娘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？现在侯府上上下下，身家性命全记在那个丫头身上，是打不得罚不得。你倒好，废得不听，还差点让王爷发现了端倪。是不是全家都死在你手里，你才开心？我没有，娘，我只是没想到王爷会突然过来。娘，我知道错了。以现在的情形看，王爷对你还是很满意的。只要瞒过大婚之夜，你就是名副其实的靖王妃。到时候你想怎么惩罚他，只要不伤害他的根本，我不拦着你。但在这之前，你可千万不要胡来。娘，你放心，大婚之前我绝对不会动他一根毫毛的。可是他的贱民养父被我给杀了，他会不会不听话了呀？你既然知道害怕，你为什么还要冲动呢？娘，我那不是害怕他装可怜跟我争宠，让您心疼他吗？放心，你是娘带大的，娘自然心疼。至于那个灾星，只要她嫁进王府，她跟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我们好，她才能好。还是娘厉害。妙锦，你记住，你嫁的夫君啊，不是普通人，他是王爷，甚至可能是未来的95之尊。日后你若想母仪天下，听娘的，务必让他给王爷生下个男孩。可是，若生的不是男孩呢？那就让他继续生，直到生到男胎，到时候你再杀母留子。奴婢叩见小姐。你今日怎么如此的乖觉？因为奴婢想清楚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说来听听。奴婢以前从不信命，但如今却不得不信。奴婢现在终于才明白，小姐是福星，注定是要富贵无双，而奴婢无论如何再努力，都摆脱不了灾星的命运。所以奴婢便认命了，只因为奴婢想要好好活着。原来你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，也好，你听话我也省心。起来吧，谢小姐。
小姐，坐下。不愧是贱民生出来的贱女，虽然跟本小姐是双生姐妹，但是骨子里依然是掩盖不住的贱女。是，小姐如天上的明月，而奴婢不过是泥里的臭虫，怎可与小姐相提并论？能成为小姐的垫脚石，为小姐鞍前马后，也是奴婢三生有幸。也是，听说你的养父天生残疾，想来也没有什么钱给你买这些华贵的服饰。我告诉你，你在我眼里还不如那蝼蚁。你若是敢在王爷面前胡言乱语，背叛本王妃，奴婢对小姐九五而行。本王妃会以丫鬟的装扮陪在你身边，时时刻刻盯着你。你不要妄想在身上留下什么印记勾引王爷，本王妃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，知道了吗？小姐放心，奴婢一定会帮助小姐坐稳王妃之位，然后再伺机而动，一点一点彻底取代你。合饮锦酒，共度春秋，琴瑟和鸣，岁岁无忧。贱人，且让你得意几日！饮过交杯酒，共入鸳鸯帐，今宵结连理，早日生贵子。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？快随我出去，莫要打扰王爷王妃的休息。奴婢是王妃的陪嫁，自然是要留下来伺候王妃。王爷，你这丫鬟好生奇怪，好端端的为何以面纱遮面？王爷莫怪，因她脸上生有红斑，怕惊吓旁人，所以才终日戴着面纱。王妃说的对，奴婢的脸不好看，还请王爷恕罪。样貌乃是天生的，何罪之有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不行，这名字不能让王爷知晓。早知道王爷会问，就给这贱人起个正经的名字。她叫贱女。这丫鬟生于乡野，许多贫贱之家信奉给孩子取贱名，好养活。想来她应该很喜欢，所以便没有重迁此名。若是王爷不喜欢，不如给她换个名字吧。贱人，竟敢如此诋毁我！一个名字而已。王爷，算了，出去吧。王爷，本王不喜有外人在，你出去候着。是。走！哎呀，快走走！王爷，良宵苦短，不如我们早些安置吧。没想到简儿竟这么主动。王爷喜欢吗？本王更喜欢主动进攻。王爷和王妃真是恩爱，这都要第3回水啦。主子恩爱是好事，咱们做奴才也能松松神。不要脸的贱人，竟敢勾住王爷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站住！你想做什么？嬷嬷还是让开吧，
小姐成婚前，夫人特意叮嘱过我，让我看着小姐，以防她勾着王爷肆意妄为。如今都要3回睡了，我自然要进去提醒。不守规矩的东西！你竟敢推我！不守规矩的东西！这王爷的寝殿也是你能随便进的？你自来只听说过母亲一心只盼着女儿幸福，还是头一回听说这当娘的不希望女儿女婿恩爱的。莫非你这丫鬟想趁机爬上主人的床，所以才扯出这弥天大谎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闭嘴！看在你是王妃陪嫁的份上，今天且饶过你。若是再不安分，我就禀告王爷，即刻卖掉你。这老货是王爷的乳娘，与他对上，我定讨不得好。这次且算了，等明早进宫谢了恩，我再找那贱人算账。波战横眸，霞氛逆脸，说的便是锦儿。王爷又取笑我。今日去宫中谢恩，我这样打扮，皇后娘娘可会喜欢？狐妹子，你放心，皇后必定会喜欢你的。走吧。锦儿，你没伤到吧？大胆贱婢，竟敢冲撞王妃！奴婢没有，这脂粉是王妃最喜欢的。奴婢只是想伺候王妃好好装扮，王妃可以替奴婢作证的，是吧，王妃？王爷，臣妾无碍。这贱女的确是为臣妾着想，王爷就饶她这次吧。侯夫人说的没错，你就是太过良善。王爷，臣妾去换件衣服，王爷去外面等臣妾吧。好，好好伺候王妃，若再坏了规矩，本王定不饶你。是。苏小姐，贱人，竟然敢让本王妃给你下跪！竟然敢让本王妃给你下跪，真是胆大！王妃息怒，奴婢只是不想让王爷察觉端倪。不想让王爷察觉端倪，那你为何要主动提起贱女这个名字？王妃明鉴，当时情形若是奴婢不说，王爷只会是追问更多，问出更多，本王妃还得谢谢你啊！奴婢没有，只是想帮王妃。你昨夜勾着王爷要了3次，这也是在帮本王妃。奴婢没有，是王爷他下贱！你勾着王爷要你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妄图代替本王妃进宫谢恩，就你，你也配？奴婢没有，奴婢只是没有找到把王妃换回来的机会。你还敢狡辩？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？奴婢对王妃忠心耿耿。忠心耿耿。好啊，那本王妃现在就要你去死！锦儿，还没好吗？可要本王进来帮你？臣妾马上就好，王爷你千万别进来。今日就先饶了你这个贱婢，还不赶紧伺候本王妃换装？是。晋王和晋王妃到。儿臣见过母后。起来吧，快快入座。多谢母后。
荣王妃笑得如此开心，所谓何事啊？回皇后娘娘，儿臣只是猜测，这靖王妃有没有带礼物前来？说起这个，本宫倒想起你与荣王新婚时进宫谢恩，竟还给本宫和皇上准备了鞋袜做初见礼，着实让本宫吓一跳。母妃啊，您就别笑话她了，她呀心思单纯，总想着像寻常百姓家一般孝敬婆母，可不就闹了笑话。本宫可不是笑话她，荣王妃一片孝心，至纯至真，本宫喜欢还来不及呢。不知道靖王妃可也给皇后娘娘准备了初见礼呀？毕竟皇后可是你的婆母呢。弟妹，今日觐见皇后娘娘，你不会什么都没带吧？皇帝啊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就算他忘了你身为皇后娘娘的儿子，你怎么能不提醒呢？皇兄说的是，母后是儿臣粗心了，请母后莫怪。唉，这不是亲生的，就是不行。靖王从小就养在皇后娘娘名下，没想到才刚成婚就只管护着媳妇儿，倒是忘了何为孝道。这要是换了我儿荣王，可就……贵妃眼重了，荣王跟靖王自是不同。荣王妃母家朴素惯了，弄混了皇家与百姓之家的规矩，也是情有可原。靖王妃乃侯府贵女，有没有初见礼，她都是本宫的好儿媳。皇后娘娘说的是，儿臣愚钝，只一心想着如何伺候好荣王殿下，孝顺母妃，怎么比得上靖王妃惹人疼爱呢？荣王妃这是将我比作那只会勾人的狐妹子。奴婢斗胆，请皇后娘娘容禀。其实我家王妃为皇后娘娘准备了礼物的。秋夜寒凉，我家王妃亲手为皇后娘娘绣制了抹额。没错，母后，这墨额正是臣妾为您亲手缝制的。既如此，靖王妃为何不直接将礼物呈上，偏叫这丫鬟多嘴？弟妹身边这个丫鬟倒是别具一格呀，竟然还戴着面纱。哼！皇后娘娘面前，你一个丫鬟竟敢如此遮遮掩掩，不知是不是弟妹对皇后娘娘心生不满，才会如此愤怒？我没有。母后明察，这丫鬟终日戴着面纱，是因为长相丑陋，怕惊扰了娘娘。至于这礼物，方才我没有说，是因为我的绣工实在是……锦儿不说，自有她不说的道理。一来，锦儿怕自己绣工不好，怕母后不喜欢；二来，锦儿与母后君臣为先，婆媳为后，自然不是寻常百姓家可比。正是如此，谁知这种小事也会被人误会成是对母后不敬。既如此，这礼物还请母后莫要嫌弃。如此精美的绣工，靖王妃，你有心了。母后喜欢就好。听闻靖王妃会功夫茶，本宫特意用汉白玉打造了一套茶盘，就当是你与靖王的新婚贺礼。多谢母后。儿臣多谢母后。皇后娘娘，嫔妾还从未见过功夫茶，不如让靖王妃当众展示一番，也好让嫔妾见识一番。如此也好，正好本宫也想看看靖王妃的茶艺。皇后娘娘，我能为母后奉茶是锦儿之幸，母后的言辞不可违背，你只管去，别怕。是啊，我怎能不怕？我可不会什么功夫茶，都是这贱人。贱婢，都是你！若皇后责罚我，我定饶不了你。王妃放心，奴婢不会让王妃受罚。
景儿今日怎么如此清淡？王妃小心！本宫还以为这功夫茶有多了不得，原来是贻笑大方啊！母后恕罪，这功夫茶其实是臣妾私下里玩的，属实是上不了台面，儿臣一时紧张才……无妨，今日本就是家宴，不用紧张。那容儿臣亲临一下，稍后再为母后试茶。去吧。贱人，明明是你陷害我，还敢还手！王妃息怒，奴婢一会儿还要替王妃试茶。若是王妃在奴婢脸上留下什么印记，万一皇后娘娘发现，还敢提这事儿？若不是你隐瞒茶艺之事，本王妃也不会受今日之辱。奴婢没有刻意隐瞒，只是这功夫茶也并不算多么精巧的茶艺，我并不知道王妃不会。你这意思，倒是本王妃孤陋寡闻。王妃误会了，奴婢的意思是，王妃的出身高贵，喝茶自有下人侍奉，最好是。我告诉你，一会儿去给皇后娘娘奉茶，要是不能让皇后娘娘满意，你这条贱命也不必流浪。是，奴婢一定让皇后娘娘满意。母后久等了，儿臣这就为母后奉茶。哎呦，靖王妃可算回来了，本宫等的都要睡着了。娇乳脱困，这是人非凤羽。凤羽三入，头盏明香，母后先品。惠妃娘娘请。好茶，本宫喝着呀，也就一般。贵妃平日就不爱喝茶，自然品不出这茶的妙处。荣王妃为何不喝呀？回皇后娘娘，儿臣已有身孕，不宜饮茶。你怀孕了？你怀孕了？太医确诊已有2个月了。真是太好了，这可是皇上的第一个皇孙呢。皇后娘娘也别急，靖王毕竟才刚成婚，孩子早晚都是会有的。虽说成不了皇长孙，皇次孙也是可以的。怕就怕生不出皇孙。这就不劳惠妃娘娘操心了，本王与王妃会努力的。如此甚好，皇家子嗣不丰，荣王妃既怀了身孕，那日后便安心养胎，无事不要外出了。靖王，你也带着靖王妃回府去吧。是，不能让这个贱人与王爷独处，我得学会换回来。王爷，王爷，本王说了，会与王妃努力的。王妃
小心！本王记得，今日是你的婢女被烫伤，怎么你也……雪是不小心烫到的，当时太紧张了，所以未曾发觉。你呀，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本王去给你拿烫伤膏，你在这里乖乖等我。嗯。放手！现在安定的一定会站在我这里，还不是与他撕破脸手？真是个下贱坯子！青天白日，你敢勾引王爷？奴婢没有，是王爷他。王爷是皇子，熟读圣贤之道，若不是你蓄意勾引，王爷怎会如此？奴婢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不过是觉得与本王妃是双生姐妹，所以这王妃的位置你也可以坐。奴婢没有。有没有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真以为本王妃非要替身不可吗？如今新婚之夜已过，本王妃如果向王爷检举你，给我下药，害我终身不孕的事，你觉得你还有命活吗？本王妃如果向王爷检举你，给我下药，害我终身不孕的事，你觉得你还有命活吗？这么惊讶做什么？我早就说过，你天生命贱，与本王妃虽是一母同胞，可偏偏是个灾星。母亲不认你，父亲更是不知道你是谁。所以你只能乖乖当我的替身，为我生，为我死，这是你的命，你就得认命。我让你死，你就得死。奴婢不想死，王妃，奴婢对王妃还有用的，求你饶过奴婢，奴婢一定乖乖听话。不想死也可以，那就看你表现了。这才乖嘛！本王妃不喜欢会咬人的狗，要想活命，就得拔掉自己的犬牙。见过王爷。王爷不是走了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干什么？王妃得罪了，来不及了。王爷，你回来了。该死的贱坯子，竟敢对本王妃动粗！简儿，过来，本王给你上药。不对啊，王爷回来，该害怕的是那个灾星，为何要我躲起来？王爷，别，现在还是白天。怕什么？你我是夫妻。好姐儿，给本王生个孩子。好，都听王爷的。贱人，看我日后怎么收拾你！
说的没错，我得认命，成为真正的信王就是我的命。就这么喜欢本王，连觉都不睡，就看着本王。王爷怎知我不睡？看来王爷也喜欢臣妾。王妃说对了，本王确实很喜欢王妃。这是何物？这是臣妾的。这玉品相不好，你若喜欢，我派人找一些品相好的给你送过去。这是臣妾一个很重要的长辈送给我的嫁妆，对臣妾而言，这便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东西。是本王失言了。这几日朝中有事，我白日里不能陪你。你若无聊，要不要出去逛逛？臣妾不无聊，臣妾就在家中等王爷回来。这么乖，你放心，本王绝对不会让王妃独守空闺。这可是王爷亲口承诺的，王爷若食言，本王妃绝不饶你。这贱人果然是灾星，害得本王妃到现在都未能与王爷同床，不能再等，得尽快怀上孩子。苏妙琴眼中的杀意越来越重，不能再等，我必须尽快怀上孩子，然后杀了他。王妃，还不给本王妃滚进来！从今日起，白日里就不需要你做本王妃的替身了，你就在本王妃身边好好做个丫鬟吧。是。看来你这身贱骨头还挺喜欢伺候人的。既如此，那晚上你便继续做本王妃的替身，好好伺候王爷。是。贱女啊，从见不得人的替身变成更见不得人的守床奴，你心中可曾怨恨过本王妃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对待王妃忠心耿耿，王妃需要奴婢做什么，奴婢便做什么。很好，本王妃也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之人，看在你还算听话的份上，我答应你，要是你生了儿子，我就放你出去。王妃放心，奴婢一定努力怀上儿子。听说这王府后院的地砖都是有高僧加持，你今天正好去擦擦地砖，也好去你这灾星身上的霉运。是。记住，要跪在地上，一块块的擦干净，才算心诚意。奴婢遵命。苏妙琴，待我怀上身孕之时，便是你魂归西天之日。哎呀，本小姐手滑了，可是这刚擦好地，
这可怎么办啊？请王妃一步别出，奴婢这就收拾干净。果然是灾星，擦个地都能硌着本王。是奴婢该死。本王妃可不是虐待你，你可是灾星。王爷在你身边久了，沾染上霉运了可怎么办？这核桃可是国清寺住持亲手种，你就得亲手包，才能压得住，省得你害了人。这有些人呢，就是命贱，给你机会了，你也不中用，这么久还没怀上孩子，你不会也怀不上吧？奴婢不知。没用的东西。今日啊，不用你伺候王爷，本王妃要亲自圆房。景儿，什么圆房？王爷，我最近忙完了公事，特意来陪你。对了，我在路上看到了这个，特意拿回来送给你。这好端端的，王爷怎么送我品质如此差的玉佩？可是被骗了。你说什么？臣妾是说，只要是王爷送的，臣妾都喜欢。本王的确被骗了。也不算被骗吧。这玉的品质虽然差些，可这雕工还是不错的。哎呦，王爷，臣妾亲手给您包的核桃，您快尝尝。有剥核桃的夹子，不要徒手剥了。臣妾就是想亲手。本王突然想起，还有宫寒要的，先去书房了。王爷，臣妾在房中等王爷回来。不必，我今日在书房睡。王爷，王爷！于臣妾而言，这便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东西。为何本王感觉有点渴望？苏妙姐，你到底有什么秘密？这王爷到底什么意思啊？突然就生气了？难道是因为本王妃说玉佩不好？可本王妃也没说错呀，玉佩本来就不好，也不知道王爷从哪儿找这些破烂玩意儿。不就是一块破玉佩，至于跟我生气吗？这玉佩不仅能让王爷对你生气，还可以要我的命。都是你，肯定都是你这个灾星惹恼了王爷，才让王爷迁怒于我。王妃息怒，奴婢没有惹怒王爷。贱婢，还敢顶嘴！奴婢知错了。知错？知道错了就赶紧把王爷哄好。本王妃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若是哄不好王爷，你这条小命可就难保了。是。苏妙姐，你已入局，却挣扎，死得晕快。苏妙姐，你已入局，却挣扎，死得晕快。王爷，臣妾可以进来吗？本王还有公事要忙，不想见。本王不是说了吗？本王还有公务要忙，不方便。
王爷，你不是想昧下臣妾的东西吧？什么？玉佩啊，臣妾不是说过，玉佩于臣妾是天下最珍贵的东西。到底是谁？我与王爷同床共枕，夜晚倒伏，王爷竟认不出我是谁。这样吧，若是王爷明日能早些回来，我便请王爷看出好戏。到时候王爷说我是谁，我便是谁。王爷可哄好了？应该是哄好了吧？那就……你怎么还穿的跟我一样？还不赶紧换了？要换你换，我不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当靖王妃。贱婢，你找死！你敢打我！贱婢，再行！一母同胞，谁又比谁高贵？福星，堂堂侯府千金，豪门贵人，思想竟是个跟野男人苟合的烂人，卑鄙至极！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是福星呢？你不想认命，是你们非要逼我认命。好啊，我现在认命。你们想让我替嫁，我嫁了；你们让我怀孕，你看我是不是很听话？说，是我是不是很听话？是啊，您很听话，很听话。我听说你赏罚分明，我这么听话，你该怎么奖励我？你想什么奖赏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都满足？好啊，我让你死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我知道错了，妹妹，我错了，都是母亲让的，都是母亲让的。我们两个是亲姐妹，你不要杀我好不？我求求你。是你分明说你要奖赏我，满足我的愿望。换个愿望，只要你不杀我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满足你。好。以前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爹享4世同堂，给他养老送终。是你杀了他，苏妙姐，你毁了我的人生，现在就把你的人生赔给我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我双生姐妹，福祸相依，这福星你当了18年，现在也该轮到我来当。你我双生姐妹，福祸相依，这福星你当了18年，现在也该轮到我来当。想鱼目混珠，彻底替代我？不可能！你做梦！不可能？有什么不可能？你我出身一样，长相一样，就连身上流淌的血液都是一样的。更何况，与靖王结婚的人是我，以功夫茶博王后开心的人也是我，每天晚上与王爷共尝鱼水之欢、同床共枕的人还是我。
至于你，我若说你不过是一个从青楼里跑出来的贱女，只不过长相与我相似，而身子早就被野男人给玩坏了。你觉得王爷信你还是信我？你痴心妄想！本王妃是唯一后府千金，是福星。你个灾星，卑贱之缺，妄想代替我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！我也不会信你，侯府也不会信你。如果我说侯府和王爷都选择我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骗我！我这就去问我娘，我这就去告诉王爷，我要揭穿你的真面目！大局已定，需秘籍，必死。静儿，娘，静儿，你这是？娘，我们都被那灾星骗了，他想取代我。娘，你快点杀了他，你快杀了他呀！见过王爷，王爷可要还给臣妾的玉佩？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乱喊什么？这是我娘！这怎么会有2个王妃呀？难道侯府小姐是双生子？不是，原是体恤王妃才请来了侯夫人，没想到本王的王妃从1个变成了2个。侯夫人，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王爷息怒，妾身……娘，我可是你亲自养大的女儿，你一定要帮我呀！静儿，娘，她只不过是我们半路救下的青楼女子，你看清楚，千万不要认错了。侯夫人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了吗？娘，你犹豫什么呀？她可是灾星，你忘了吗？她是灾星，与我没有半分母女情谊，我不能选她。静王，静儿她是……王妃，你没事吧？臣妾没事，只是王爷你要当第一。我要当父亲了。娘，你可千万不能信他，他肯定是骗你的。王妃有孕，必须要经过太医确诊才行，骗不了人的。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要放弃我吗？为了侯府的将来，娘只能对不起你了。不要啊，娘！我求你了，娘，你不要放弃我好不好？我一定会乖乖听你话的。不要放弃我！你不是说我是福星吗？娘，你怎么能放弃我呢？说起这个，我当真以为这丫鬟是因为脸上有瑕，所以才会一直戴着面纱。直到我无意间从她房中看到了这个，这不是我的，你诬陷我！不良之术。没错，我也没想到这丫鬟为了日后能代替我，竟会动用这种邪术。若非今日她面纱意外滑落，我怕是到死都不止。她的脸竟然和我的脸长得一模一样。你闭嘴！王爷，你不要信他，我们长得一样是因为……闭嘴！你真的以为凭借一张脸就可以代替我女儿吗？我女儿可是侯府唯一的千金，大婚之前可冰清玉洁。你呢？娘，她那时早已沦落青楼，这身子早已被那虎狼之药给毁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可以不承认，但是宫中有本事的嬷嬷太医比比皆是，真相如何一查便知。你可敢让他们坏你夜深？静儿，别说了。娘，你终于肯为我证明了。娘，静儿，你已经是王妃了，没必要为了这贱婢而伤身呢。就当是给你肚子里未出生的小皇孙积福，饶了他们。娘，我才是晋王妃，我才是，她是灾星啊！娘，别叫我娘，我不是你娘，我女儿她也不是灾星，
就是在兴，我才是福星，我才是。什么在兴福星？不过是无稽之谈，王爷不必理会。自古传言，夫人身怀双胎，天星入命，龙凤为祥，双生为阴。若生下2个男孩或2个女孩，便是祸福相依，一福一祸。嬷嬷说的正是，这贱婢把脸换成与我一样，便打的就是这主意。可惜我娘只生了我这侯府嫡女，况且我也从不信命。是，我女儿自然是天底下最有福气的人，得陛下赐婚，稳坐正妃之位，如今又怀上了小皇孙，谁敢说她不是福星？娘，闭嘴！王妃大度，饶你一命，你还不赶紧给我滚！都是你这灾星害我，我杀了你！杀了你！弟弟，您可以安息了。怎么样？可有被伤到吗？臣妾没事。王爷可还记得，臣妾曾说过要请王爷看戏？如今戏已落幕，王爷可想好了，要臣妾做谁？不管你是谁，本王只知道你与本王心意相通，是本王唯一的王妃。既如此，臣妾想给王爷一个礼物。不曾见过风的形状，这不是长辈送给你的嫁妆吗？为何给我？既是嫁妆，也是聘礼。这是我爹特意为我的夫君准备的。那本王定会用心珍藏，片刻也不离身。缠绕时光，足够我